歡迎大家繼續回到寰宇全世界，我們繼續還是從馬斯克開始聊起啊，因為馬斯克呢，他在日前宣布了 Tesla、SpaceX 還有 XAI 3間公司合資要投入250億美元，要打造一個半導體工廠啊，這個半導體工廠叫做 Terafab， 那並且呢鎖定2奈米製程。可是呢 ，Terafab 呢並不是像台積電那樣幫人去代工晶圓，而是從晶片設計、光刻製造到封裝測試，全部一手包辦，要進行的是垂直整合。在晶圓廠完成以後呢，預期每個月就是初期每個月能夠有10萬片的產能，之後呢，希望能夠擴增到100萬片每個月。好，那天風國際證券的分析師這個也是半導體相當知名的分析師郭明錤，他就分析，他說聯發科比較可能會成為馬斯克的 AI 晶片廠 Terafab 的合作對象，而馬斯克的團隊呢，未來就可能會用聯發科所設計的晶片。郭明錤也發現 Terafab 同時跟台積電、三星還有 Intel 3家代工廠合作，這個在 IC 設計業界是前所未見的。現在這個 Terafab 的產品線呢，涵蓋地面端推論與宇宙環境優化的算力晶片，包括了 AI 系列、Dojo 系列，還有 SpaceX 的專屬晶片至少有6個晶片專案會同時進行。而垂直整合的範圍呢，包括了光罩設計、邏輯記憶體芯片以及先進封裝。這個單一廠區整合這個規模產業，在現在整個業界是沒有看過有這樣的例子的哈。所以張老師，我繼續請教您因為大家都很好奇的是，究竟馬斯克要透過他要打造的這個 Terafab 這樣的晶圓廠，他希望達到什麼樣的目的？好，那其實這個跟我們先前講的這個 SpaceX 剛剛上一節講的一樣，SpaceX 它其實最大的一個亮點就是它的火箭是可以回收的。那這一件事情就解決了所謂這個以前衛星要發射的時候這個很大成本的這個問題。那所以同樣的這個 Elon Musk 他這一次一樣是從這個所謂他最有名的就第一性原理，就是你真正問題的症結點到底是哪裡，他就從這邊來解決，想辦法來解決。那同樣的這個他就來，因為他併了 XAI 那所以針對從 AI 的這個公司角度來看這件事情的時候，他發現到说，這個裡面很大的問題是台積電的晶片生產數量太不夠了。那所以這時候當然他就覺得說，那既然不夠，那就我自己來做。那所以呢，我自己來做，本身這個從原來它是這個XAI 的時候，還有這個 SpaceX， 還有 Dojo， 對不管是它這個自駕車，或者是它的機器人，或者是它 AI， 都需要用到晶片。它本身自己原先就是自己設計之後交給台積電來做代工，或者是三星來做代工。那這個他既然覺得我交給你做，但是你的產量太少，不夠，那我自己來做。對，所以呢，就造成了剛剛這個何龍這邊說的，從設計、製造做完之後，我都自己來封裝，整個完整。那其實就回歸到半導體產業最早我們所謂 IDM 的這樣子一個垂直整合製造的這樣子的一個定位。對，所以這個 Elon Musk 他的角色上為什麼會想要有所謂這個 Terafab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其實是從這邊來的。那這對業界會有什麼影響？因為其實我們所熟悉的台積電做專門的這樣子的一個代工，這件事情其實這是台灣創造出來很獨特的這樣子的一個半導體的一個。那當然這也是因為在這幾十年來，整個半導體是很自由的這樣子的一個發展。那美國的不管是 NVIDIA 或者是 Apple， 他們就專心在設計上。製造就台灣這邊台積電、三星、亞洲這些公司把它做得很好，那整個其實是符合經濟學裡面的，每個人都把各自的角色做得很好，成本可以降到最低。那可是現在的問題點是，這個量不夠，所以他重新又推翻了這個原先我們的這個所謂半導體的這樣子整個分工、專業分工的這樣子的一個流程，又回到 IDM 的角色來看。那對我們來講，第一個來講，因為其實我們從業界的角度上來看，會遇到一個問題，就是當初最早也是 IDM， 最早 Intel 他們那個時代也是這個德州儀器的時候也是 IDM， 可是就是因為這個專業分工
這個角色，慢慢的我們可以做到一個成本最低，然後最有效率的方式。对。那可是他现在又想回来，所以是不是有些点，因为他想的事情只是要解決這個最大的問題點，可是他不見得，因為他沒有做過，對，他沒有做過半導體，沒有先例，對，沒有這樣子的例子。那所以呢，這個就像我們常常會舉一個例子，他先前舉一個例子說，那我在半導體廠裡面，因為我真正只要在做晶圓的時候是乾淨的，我可以在旁邊抽雪茄也沒關係。就有時候其實他像一個 dreamer，但是這個 dreamer 這個到底他的夢想能不能夠實現啊？恐怕有沒有這麼容易實現？這是還要再觀察一下。對，那事實上來講。整個因為目前現在整個在晶圓製造的這樣子的一個對於潔淨度的要求，其實不是 Elon Musk 他們能想象的。對，所以這件事情它並不是說我只要我在做的地方乾淨，它其實還有濃度擴散的問題，所以其實沒有這麼的簡單。不過未來這個大國之間的競爭啊，科技絕對是實力中的實力哈，這個競爭的架構是不會改變的。那雖然我們看到了中美兩國的元首日前舉行了習川會哈，當然有很多互相鬆綁啦、採購的協議啊。接下來我們就來看，比如說呢，在採購方面，中方最近就公布了要採購200架的波音飛機啊，但是規模比起原先外界預期的500架要少。那路透社就報道呢，中方之後可能還會再追加採購300到500架的波音客機，但是這取決於波音是不是會供應中方航空公司的關鍵備用零件。那先前因為美中之間的緊張，中方的航空公司呢一直很難取得這些關鍵零組件啊。路透社也表示呢，投資者對中方這次只採購了200架，低於外界原先預期的500架感到失望。那200架的客機預計會分配給中國國際航空、東方航空和南方航空等等航空公司。波音執行長則表示呢，中方採購200架這是第一批次啊，他認為起碼是一個好的開始啊。之後他認為有更多的訂單。好，那問題來了，波音的採購當然也是中美兩強之間角力的籌碼。那波音呢，面對中方要求供應關鍵零組件，但是也必須要考量現在執政的川普政府啊，他們怎麼想啊？夾在中間很為難。可是後續訂單真的能夠像是波音的執行長講的是，反正200架是第一批啦，接下來還會有啦。可是呢，關鍵的變數是什麼呢？關鍵變數就是這個川普政府對大陸的承諾，會不會落實？看你做不做到。你這次在這個北京以後回去，他說了很多，尤其有關台灣相關的話，這就是他必須要回饋中國大陸的。我的認為是這樣，是交換。那問題就變成說，你這個交換是這個那持久力有多久？3個月，6個月，9個月。對，所以你起碼要搞到9月嘛。9月因為那個習近平主席要去美國訪美，對，訪美了。那你這個中間你要反悔的話，那後面那300架可能就打折了，訂單就飛了。這是一個原因啦。另外一個原因就變成，其實在川普政府的時候，那個時候對中國大陸進行經濟跟貿易制裁的時候，他用了一個手段，這個很傷波音啊，他切斷波音對於中國大陸現在所有使用波音飛機的那個所謂的重要零組件跟維修的那個後續的資源，對，這個就變成你把波音的這種這個商譽給打壞了，所以這個對波音是很傷的。所以這次在談的除了量之外，還有就是說你能不能保證，你將來我們兩個又吵架了，你又說引擎不換，對啊。然後呢，零件就不給了，這樣引擎不給了，對啊，所以這個就變成這就是政治涉入經濟以後的一個後遺症很強。不過對中國大陸來講的話，中國大陸現在自主的這個就要自己做的 C919啊，那個是屬於中程的，還不是短程的，而且是不是那種廣體的？它就是說大概飛5000公里，4000到5000公里，然後載客量大概就是150個人最多。那可是你要飛洲際，你要橫跨太平洋，或者你要飛到歐洲的，從中國看，你要波音的787、777啊，中國大陸的C929，中國商飛還在研究，還沒出來啊。對，所以這個量還是很大，而且你要知道737，也就是中國大陸919的相對的這個波音的產品的話，它事實上的話，它一架也不過1億多。777、787一架是2.5到3億啊，所以這個是你那個量，還有它的價差很多了。所以現在還有300架，對不對？那就看
先走到這裡吧，後面看你表現如何。就聽其言觀其行啊。不過對波音來講，其實一句話嘛，有總比沒有好哈。起碼你先買了200架，那後續呢想辦法再成交。好，那除了採購哈，就是我們之前也提過3B，那這個剛剛提到的是其中1B，也就是波音。另外一個中美兩國角力的籌碼呢，就是稀土了。澳洲最近的這個 COPI 礦砂計劃呢，得到了澳洲政府的批准營運。COPI 計劃呢，預計是在18年以內呢，可以處理2800萬噸的礦物啊，而且生產高達40萬噸的關鍵礦產，包括了含鈦礦物、鈦鐵礦、金紅石、鋯石等等哈，這些稀土金礦。那這些礦物呢，都是潔淨能源、國防、電信或醫療器材產業必須的這相關的材料。好，那有一個澳洲的關鍵礦產專家呢，叫做維沃達，他就分析，沒有任何國家可以獨立打造出一條完全取代中國大陸的相關供應鏈。但是呢，澳洲還有他們的夥伴國家可以做的是合力打造一條相對獨立避免完全受制於中方的跨國供應鏈。好，所以現在看到澳洲也好，巴西也好，日本也好，都在試图擺脫中國大陸的稀土原料管制啊，但是他們也承認一件事情，我們沒有辦法取代中國大陸的稀土供應鏈，這個太難了。所以紀文兄覺得，目前中方所採取的就是不出口原料，只出口成品，這樣的戰略能夠影響供需平衡多久？那確實哦，這個稀土變成中國大陸這個與它主要的競爭夥伴進行一個這個戰略槓桿調整一個很重要的媒介。對，那過去以來，強硬即便如川普政府哦，面對稀土問題，他還必須要低頭。顯然這個是掐住了歐美，包括日本等等很多國家的一個咽喉。尤其是我們大家都非常清楚，已經談了很多，這個稀土用於像半導體啊、電動車啊、風力發電，尤其是美國最關心它軍備工業，那像 F-35核潛艦、雷達等等都需要。因此，稀土如果來源沒辦法確保供應，那其實對於這些生產來講，影響非常非常的大哦。我認為這個稀土管制，特別是它目前的政策，不輸出所謂像以前的原料，那更鼓勵的是輸出的是高附加價值稀土成品加工以後的成品的出口，而且對於稀土的礦產的各種這個提煉加工。還有生產相關的技術給予嚴格的管制，它就會加大別的國家如果要複製稀土工業，它所需要付出的包括時間的成本、經濟的成本、相關的代價，而且中國大陸在相關一些各個環節，其實它有智慧產權這種技術的壁壘，那更增加很多國家的難度哦。那至於說它可以卡別的國家多久？我認為可能10年、15年以上。那我認為這是保守的估計。我為什麼會這麼講呢？因為像日本為例，日本就非常一個典型。日本不是這幾年才遭中國大陸稀土管制，2010年當時中日之間因為東海一些島礁，特別是釣魚島的這個爭議，其實中國大陸就施展過對日本稀土的管制。那2011年到現在，日本努力了半天。日本只是把原來90%稀土靠中國大陸，目前降到70%到60%之間，只降了20%，還是很依賴。對，日本這幾年雖然口口聲說我在深海挖到稀土，我要發展所謂不需要稀土一些新的材料，但實質進展如何，我想只有日本人心知肚明哦。也因此，你說要剝離中國的整個管制。特別是剛才也談到啦，即使要打造一個非紅供應鏈，也不足以說完全獨立於中國之外，還是在相當程度要依靠中國的幫助或者輸出相關的材料。因此我認為這個至少20-30年這樣的時間，會讓西方日本感到痛苦。我認為這個時間是掌握在這個中國大陸手裡。其實就算打造一條獨立的跨國供應鏈，恐怕要短期之內特別講到10到15年要來完全取代中國大陸的稀土供應鏈，恐怕難。休息一下，等一下關注中東局勢。中美互動牽動全球，美中競爭，地緣爭霸，外交、軍事、科技、經濟，多元觀點，權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賽局。
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進全世界。